大家好，我是 Mike。我猜正在看视频的你啊，脑子里肯定有过那么一两个，甚至十几个绝妙的点子。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点子最终只是点子，因为我们总会被一个问题卡住，就是第一步到底该怎么走。那种面对新项目启动时的启动瘫痪，我感同身受。在我之前发起的一个投票里呢，大家对我5000多个小时 Vibe Coding 的经验最感兴趣。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就开始聊聊这个。今天作为第一期，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如何从0到1真正开始一个项目的完整思考。根据我的经验呢，所有成功的个人项目，他们的起点无外乎2种情况。第一种，也是我最推荐的一种，就是解决你自己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关键呢，并不是做一个宏大的产品，而是做一个让自己能够爽一点或者效率高一点的小工具，甚至工作流。我举个我自己真实的例子我每天都要回复无数客户的邮件，直接用 Gmail 呢，效率并不高，因为很多话术是重复的。我也试过像Superhuman 这种非常知名的第三方创业公司的创业软件，甚至也付费了，但是感觉太重了，它改变了我整个使用习惯，反而让我觉得更麻烦。这时候我就开始分析我的核心痛点到底是什么。我发现问题呢，并不在于 Gmail 客户端这个本身，而是在于我重复打字这个动作。所以呢，我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开发一个全新的邮件软件，那有点太疯狂了。我的方案是，第一呢，把我常用回复的内容呢整理成标准化的模板。第二呢，让我的 AI 助手有更多的上下文，它能够模仿我的语气。最后呢，我用 Recast 和 DR Browser 这样的工具呢，把模板和快捷指令都存起来。现在呢，当我需要回复邮件的时候呢，我只需要敲一个快捷键这整个半自动化的流程呢，可能只花了几个小时去设置，但是每天都在为我节约时间。你看，这其实就是第一种启动方式，它小而美，直接解决了你一个痛点，为你创造了价值。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发现市面上有一种产品呢，你觉得你有可能比它做得更好，因为你心中呢总是充满着一种建设性的不爽，每天你总会用它，并且一边吐槽，天哪，这个功能呢为什么这么难用？或者呢，它为什么不能加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呢？当这种念头反复出现的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但是千万别着急打开代码编辑器或者 Vibe Coding 工具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做深入的调研，也就是 Deep Research， 去验证你的不爽到底是一个个例还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会立即打开比如说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甚至 Grok 的专家模式，我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 AI 工具里，像产品经理一样，比如请分析市面上主流的笔记软件，比如 Notion 和 Obsidian， 用户在 Reddit 上和 Twitter 上抱怨的最多的3个功能缺陷是什么？作为一个产品专家，总结某个具体软件在 App Store 里评分的低分评价，用户的主要痛点是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你能快速验证你的想法。当你发现成千上万的人呢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能找到金矿了。好的，现在呢，你可能有一堆验证过的痛点，接下来是关键中的关键，缩小范围。你绝对不可能一口吃一个大胖子，想着做一个比竞品功能更多而且更好用的产品，这是很多人包括我都犯过的错误。你必须问自己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为了吸引前100个最铁杆的用户，我需要实现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我想打个比方，这就像造车，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想着造一辆拥有顶级音响、真皮座椅和自动驾驶的豪华轿车，你应该先造一个滑板，它可能有一个轮子，有一块板子，能够解决从 A 点到 B 点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滑板呢，就是你的最小可行性产品，叫 MVP。可能这个竞品有20个功能，但是90%的用户都在抱怨其中2个功能，那你的机会呢，就是把这2个功能做到极致的简单与好用。OK， 无论你通过哪种方式，现在你手上呢有一个范围非常小、非常明确的想法，下一步就是把它变成现实了。
我的建议是，在项目开始的阶段，我们最不应该关心的事情就是代码的质量，代码是否写得优雅，架构是否完美都不重要，只要它能跑起来能用，它就是对的。我觉得呢，直接在电脑上用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CLI 这样的工具，给它一个清晰简单的指令。举个例子啊，直接在你的电脑上用 Cloud Code 或者Codex CLI 这样的工具呢，给它一个清晰和简单的指令。比如说，请帮我用 iOS Swift 或者是 React Native 创建一个最简单的 To-Do List 待办事项应用。我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输入框来输入文字，按回车后呢，文字就能显示在下方的列表里。AI 很快就会生成第一版代码。接下来你最重要的工作就要来了。每当 AI 生成或修改了一点点代码，你就要立即切换你的身份，把自己当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用户，亲手去测试。比如说，这个输入框能够打字吗？或者是这个回车有反应吗？程序会崩溃吗？在这个阶段呢，你的角色不是一个程序员，你就像一个导演，一个 QA 测试和产品的第一个用户。AI 是你那个执行力超强的实习生。有了这个勉强能用的产品原型之后呢，你需要像一个真正的产品经理一样去思考和迭代。我之前在微软的同事也是好友分享过，我们在 Outlook Mobile 团队，也就是 Outlook 手机版团队做的项目，最核心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拆解，把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拆解成无数个微小可以执行、可以测试的任务。这个方法论在 AI 的时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重要。我举个反例，比如说我们还是做待办事项 To-Do List， 你上来就想我如何做团队协作呀？如何做数据的云端同步呀？你的项目呢，可能1个月都启动不了。正确的做法是把需求拆解到原子级别。第一个任务不是做一个 To-Do List， 而是在屏幕上显示一个输入框。第二个任务是用户可以在输入框里打字。第三个用户是用户按回车后，文字出现在列表里。当你把任务拆解到这么小的时候呢，启动就变得毫无压力了。我会先选一个我最熟悉、最常用的平台，比如说 iPhone， 用最快的技术把它实现出来，哪怕数据只是保存在手机本地。然后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自己立刻就可以开始每天使用它了。这里我想分享我创业1年多以来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个教训，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法则。如果你做的产品连你自己每天都不用，那么这个产品必然会失败。这种感觉我经历过，是非常糟糕的。当你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做了一个东西，发布之后，过了1个星期之后，你发现你自己都悄悄用回了原来的工具，这个行为本身就在告诉你，你的产品还不够好。我看到硅谷有太多资金雄厚的公司花了巨大的资源打造出来的产品，连他们自己的团队都不用，这个结局是注定会失败的。那么怎么才能发掘出你自己都会用的需求呢？那你就诚心问自己2个问题，这个东西能帮我赚钱吗？或者省钱吗？或者是它能够帮我节约时间吗？两者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它就有价值。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在 AI 时代最真诚的一个忠告，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一个模糊的想法丢给 AI， 然后期望它像一个魔法师一样给你变出一个完美的产品，这是不可能的，你只会得到一堆无法维护的代码。AI 不是魔法师，他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实习生，他需要你作为导演和产品负责人的你，给他提供一个清晰的愿景、明确的指令和持续的反馈。所以在今天我们做项目的重点已经从埋头写代码变成了从系统化的思考、小步快跑、持续迭代，以及最重要的不断的去使用自己的产品。希望今天这期关于如何开启一个项目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你最近有什么想启动的项目吗？或者在启动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分享你的想法，我们可以聊一聊。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 Mike，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